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楊，好久没講古埃及了，所以今天要帶大家去一下埃及沙漠底下的塞拉皮翁神殿。這裡面埋藏了24個巨型石棺，每個石棺重達100多噸，沒有人真正知道裡面裝的是什麼。有人說這裡面裝的什麼祭祀的牛、外星人的屍體。團長於是研究了一下1851年挖掘神殿的全部過程，之後發現躺在這些巨型石棺裡面的，很可能就是以諾之書中記載的守望者的墳墓。在埃及吉薩的南部有一片荒無人煙的沙漠，叫做薩卡拉，意思是沙極之地。這個名字其實是來自中世紀，古埃及人叫這裡是什麼，我們就不知道了。大家只知道這裡有一座叫做喬塞爾的階梯型金字塔，在這個金字塔的旁邊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宮殿，叫做塞拉皮翁神殿。現在的主流考古學家說，這座神殿建造於西元前13世紀，並且在公元前3世紀的時候進行了擴建。但實際上，它很可能是1萬多年前建造的史前墓地，我會給大家詳細解釋。我們先從這個沙漠入口沿着斜坡走下地下約20米，之後你就會感到極其悶熱，空氣稀薄，呼吸困難。在昏暗的燈光下，穿過一個250米長的隧道，我們就可以看到地球上獨一無二的景象。24具巨型石棺靜靜地排列在墓穴的左右兩側，這些石棺平均高度3.3米，寬2.3米，長4米。石棺本體重70多噸，蓋子中大約30噸，所以整個石棺的整體重量高達100多噸。人類在那石棺的旁邊，就好像進入了小人國一樣。這所有的石棺都是用非常堅硬的花崗岩或者是玄武岩雕刻而成的。有些石棺它的角度可以達到非常精確的90到92度左右。石棺的表面被打磨得非常平滑。考古學家用非常精密的測量儀進行測量，石棺的表面粗糙程度可以達到2.26微米到3微米之間。精細程度可以到達頭髮絲的1/30。第一次進入這裡的人都會說看到這些石棺之後就會有一種極大的衝擊力和壓迫感。人類就會疑惑這麼大的石棺，這麼精緻的結構，是如何在西元前13世紀，也就是青銅時期晚期知道的？那時候的人類用的都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石質或者是青銅器的器具，他們不可能建造出這些精細的巨大石棺。而且薩卡拉這裡不產花崗岩或者是玄武岩。這些石頭只在1000多公里外的阿斯旺那裡才有。當時古埃及人是怎麼運過來的？而且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石棺到底是做什麼用的這麼大的石棺裡面到底是放的什麼東西？如果大家去網上搜索或者是去問 AI， 他們給你的答案都是一樣的。從古埃及最早的第一王朝，也就是西元前3100年開始，古埃及就開始崇拜一種牛神，叫做阿皮斯。當時古埃及祭司會選擇一頭具有神聖印記的小公牛，把它精心打扮成神牛之後，敲鑼打鼓的把它迎接到寺廟裡精心飼養。之後他們就會把公牛做成木乃伊。所以大家搜索以後就會得到的一個結論，這些巨大的石棺就是用來放牛神的木乃伊的。我跟大家說這種解釋完全都是錯誤的。這個就跟吉薩金字塔一樣，大家都說這個金字塔是法老胡夫的墳墓都是一種集體幻覺。因為吉薩金字塔裡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人類的木乃伊根本沒有法老在，動物的木乃伊也沒有。而塞拉皮翁神殿也是一樣的，這裡就是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公牛做的木乃伊這個是真的，我會後面給大家詳細解釋。不能否認的是埃及人的確會把牛做成木乃伊，但是我跟大家說古埃及祭司做的這些動物木乃伊它的過程都是非常簡單的。首先這些祭司會用非常簡單的麻布把這些動物比如說鳥蛇貓這些牛、鱷魚等都會簡單的包裹一下，然後放到一個木質的盒子裡。但是從來沒有發現這些動物的木乃伊會被放到巨大的石棺裡。這些石棺裡面一般都會放法老之類的高級的這些人物。而在古埃及出土的這些牛木乃伊中，絕大多數都是小公牛。它們被做成木乃伊之後，高度只有0.86米，長度也只有1.13米也就是這麼1米多高1米這麼多。但是塞拉皮翁神殿裡的石棺規格都是高3.3米，長4米。石棺裡面的空間最小的也是長3.17米，高1.73米裡面都可以放好幾個成年人。所以如果說這裡面是放公牛木乃伊的話，這個比例根本是不對的能放這個10幾個20個的。所以大家可以從邏輯上猜想一下這古代人不可能花非常大的精力切割一個巨大的石棺，然後打磨，然後再放一個這麼小的牛木乃伊是不可能的，太費精力了。
另外，這些石棺裡面放一個牛木乃伊的這個理論啊，是有一個致命的缺陷，也就是我剛才說的，整個塞拉皮翁神殿裡從來沒有發現一具任何牛的木乃伊啊。這個不是我瞎說的，它是記載在一本1882年出版的書，叫做《The Serapeum de Memphis》，作者是法國考古學家奧古斯特·馬里埃特，而他就是近代第一個發現塞拉皮翁地下神殿的人。塞拉皮翁這個名字也是他取的，而且神殿的入口也是他在1851年用炸藥炸開的。他的記載裡啊，就有很多線索可以告訴我們，這些石棺裡曾經裝的是什麼外星生物。奧古斯特·費迪南·馬里埃特出生於1821年，他自學埃及聖書體之後，就在法國羅浮宮博物館裡面找到了一個考古學專家的職位。之後，在1850年，他就被羅浮宮派到埃及去尋找一些文物啊，說是要充實博物馆的收藏。於是他就誤打誤撞，跟着沙漠裡的貝都因部落進入了一片荒無人烟的沙漠。這些沙漠游牧民族就告訴他們啊，這個沙漠裡面有一個階梯金字塔啊，你去那裡面看一看。於是啊，他就在這個金字塔周圍探索，結果真的在沙漠裡發現一個特別光滑的凸起啊，然後他這麼一挖，就挖出來一個小型的獅身人面像。奧古斯特啊，就趕緊雇了30多名當地的工人啊，說就從這裡使勁給我往下挖。結果他就挖到了一個入口啊，被石頭堵起來的。1851年11月5日，奧古斯特就用小型炸藥把這個口一下給炸開了。炸完之後，沙漠上方就出現了一個洞，然後呢，它是一個竖直的井。奧古斯特先扔了一個點燃的紙下去，看看下面沒有氧氣。結果他發現這個紙團在井底下一直就在燃燒啊，就說明氧氣充足，可以下去。於是他就要工人用2個繩子把自己綁住，然後就唰一下就深入了谷底之下。一下去之後，奧古斯特就聞到了啊，裡面有一股非常濃郁的瀝青味，再加上各種煙土的味啊，非常難聞，呼吸困難。這個瀝青一般都是抹在木乃伊身上的，用來防腐的。所以奧古斯特就斷定這裡面一定有大量的木乃伊。走着走着，在黑暗中他就看到墓地裡面有一個小型的木箱子，他打開一看，就發現裡面有很多雕像，還有一大卷古埃及的紙莎草書。接着他準備就去拿這個紙莎草書，想看看裡面寫的什麼東西。但是當他一碰到書的時候啊，這個古卷軸一下咵一下就立刻化為灰塵啊，就這麼寫的，一下子就分解了，非常玄幻。這個時候在地圖裡啊，他就是来到了一個小型的墓室。在這裡啊，他就發現了第一個木乃伊，是一個叫做 Ra-O-Head 大祭司的木乃伊，這是他唯一發現的一個人類的木乃伊。然後他用火把往牆上一照，發現墓室牆壁裡鑲嵌了大約1300多個石牌，這些石牌上每一個都刻着一頭阿毗斯神牛的生平啊，什麼時候這個神牛誕生的，什麼時候死的這些事情。這時候奧古斯特就想啊，這些肯定是神牛木乃伊的墳墓。現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塞拉皮翁神殿的地圖，在這個地圖的下方寫着一行字，是法語的 Petit Souterrain， 意思是小墓室。那些巨石棺的墓室是在北面的深處，這時候奧古斯特還沒進去，他只是在外圍的小墓室這裡啊發現的有關牛神的一些名牌。接着奧古斯特還是在這一片小墓室進行搜索，他發現了一個沒有打開過的小型石棺啊，沒有盜墓賊打開過。他本來以為這裡面裝的是法老或者是神牛的木乃伊，但是當他打開的那一刻啊，大失所望。這個空空的石棺中央啊，只有一團漆黑的塊狀物啊，它不是人的木乃伊，也不是牛的木乃伊，也不是那種包好的。他拿火把一看啊，發現這個黑色的物質裡面啊，是一塊整塊的黑色瀝青啊，一團。他自己又說啊，透過這個瀝青，他可以看到裡面被凝固的一些被打碎的非常大的骨头，這些斷裂的骨頭啊非常散亂，都被封在一個黑色的瀝青裡，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塊狀物。除了這個黑色的東西之外，這個石棺裡沒有任何什麼護身符啊、黃金神像、什麼書啊，什麼都沒有。大家注意啊，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因為從現在出土的埃及神廟還有國王墓地之類的，這個古埃及的祭司啊要做一個正常的木乃伊啊，他首先是要用香料瀝青把人類或者是動物進行防腐處理之後，再用布條纏好，之後會放到一個人形或者是動物形狀的木棺裡。但這還沒有完，這些大祭司還要給這些木乃伊放很多烏沙比提啊，烏沙比提就是小人的意思啊，古埃及的兵馬俑之類的，留着給王者死後當仆人的。
而其他的還有放很多什麼聖甲蟲、安卡、黃金首飾、亡靈之書，還有卡諾比特罐之類的。這個卡諾比特罐是用來放王者的心、肺、胃、肝等等内臟的啊，這一套都是用來他在未來復活用的。但是在塞拉皮翁神殿的小墓葬石棺裡，這些全部都沒有啊。奧古斯特也確認過，這個小石棺也是沒有被盜墓者打開的，裡面除了一團黑色的瀝青之外，什麼都沒有。這個就說明了一件事，這裡的石棺放的可能不是普通人類或者是聖牛的木乃伊，而是一種被古埃及人封印的帶着詛咒的石棺。因為古埃及大祭司因为某種原因，他們非常恨這個東西，然後就把他的屍骨全部砸碎，然後和瀝青混合在一起，沒有加任何未來可以讓他們復生的咒語護身符或者是亡靈之書之類的東西。他們的目的就是把它封在這個石棺裡讓它永世不得超生。奧古斯特在這個小墓葬區探探完畢之後，繼續向神廟深處探索。因為越往墓室裡面走，氧氣越少，所以這火把的火苗非常少，火光也只能看到前面1-2米的路非常恐怖。走着走着，他們就來到地圖中大約這個地方。這個時候他們就發現小墓穴的北面有一扇巨大的石門給它封住了，怎麼打都打不開。這個石門後面是封印的魔鬼還是什麼的他們都不知道就是非常緊張。但是他们說帶了炸藥，所以也不害怕，於是就拉着線轟的一下就把墓穴的北門給炸開了。當時奧古斯特記載，在引爆的時候，有一股藍色的氣體柱子一下轟的一下嘩，像火山一樣直接洶湧的噴出。這個藍色的氣體柱子一直向天上噴了大約4個多小時。當時埃及的官員和這個奧古斯特全都在，全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氣體。等到藍色的氣體排出之後，他們就從北面的通道進入，走了250多米之後，他們就看到了在黑暗中出現的震驚的24個巨大的石棺。讓奧古斯特非常疑惑的是，在他第一次進入這些石棺墓室的時候，這23個巨石石棺全部被打開，裡面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石棺的蓋子是完好蓋上去的，沒有被打開。但是奧古斯特他們所有的人都無法推開這個石蓋，於是也裝上炸藥，轟的一下就把這個石棺炸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這個石棺就是當時被他炸開的。從這裡我們就可以推測，在西元前13世紀之前就有人來過這裡，不知道是不是盜墓賊還是古埃及法老的軍隊。他們把這裡所有東西，包括石棺裡的屍骨全部都清除之後，就把這個大墓葬區給遺棄了，不讓任何人進入，還把門給封起來了。為什麼古埃及人費時費力做了這些巨石棺材會被遺棄？把他們石棺運出來給這些法老用不更好嗎？或者是這裡真的可能是傳說中的遭到詛咒的地方？大家看一下這個奧古斯特記錄的手繪圖裡，當時還有一個線索，就是很多石棺上面雖然被打開了，但是他們的石棺蓋子上有很多被額外堆砌的非常巨大的石塊，好像這些古代人嫌這個石棺的蓋子不夠重，還要給它加上很多石頭，把它死死的蓋住，防止石棺裡的東西再跑出來一樣。剛才我講過，在古埃及的信仰裡，往生的人被做成木乃伊，都是期盼他在未來復活的。但是如果有人在他們石棺上再堆砌石棺，還有跟之前的小墓穴一樣，把他們的骨頭全部都砸碎，這就說明古埃及祭司或者是這些國王都認為這些死去的東西非常可怕，他們的骨頭、他們的屍體必須全部都要毀滅，而且還要用巨石蓋起來，上面還要再石頭再加上去，把整個石門都封起來，讓他們永遠不能醒來。所以從這些疑點我們就可以推測，這些石棺裡面肯定裝的不是人類，也不是牛的木乃伊，而是一種非常恐怖的上古種族，也許就是在聖經裡或者傳說中用人類進行獻祭的那種上古神族。他們會不會是大洪水之前的墮落天使、守望者的墳墓？為什麼說這些石棺可能是來自1萬多年前的史前上古大洪水之前的時代呢？因為塞拉皮翁石棺裡面有很多被人忽視的線索，它裡面其實是有3種不同的石棺。最早的是史前時期的石棺，它們的表面是粗糙的工藝，沒有被打磨，石棺的蓋子上有2個石頭凸起。這種的石棺建築風格在日本也出現過。大家看這些照片，日本發現過很多史前的巨石石棺，
他們的情況和古埃及的巨石石棺裡面是一樣的，他們的蓋子全部被推開，裡面也是全部空无一物。日本的巨石更多了，我以前講過，大到都無法想象，都被稱為是神石，而這些石頭在歷史上全部沒有任何記載。第二個時期就是這種表面經過精細打磨的巨石棺，它也是在史前時代出現的，因為那個時候人類還沒有文字，所以它的表面全部都是光滑的。而第三個時期就可能是西元前13世紀前後，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了埃及聖書體，石棺上面雕刻的文字就是來自4300年前左右法老拉美西斯2世統治時候的。這時候的古埃及還是處於青銅時代的晚期，還沒有大量出現鐵器，他們通過敲擊來雕刻，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出来這些雕刻的水平就非常粗糙。奧古斯特第一次看到這些石棺的雕刻也非常疑惑，所以他在書中就寫道，這些文字和線雕的雕刻讓人感到品質低劣和粗糙。關於這個特點和我之前講過的印度巴拉巴爾洞窟是一樣的。巴拉巴爾這種反光的石壁叫做阿育王拋光，這些铭文就跟古埃及一樣，它的雕刻水平和這個反光的鏡面石壁反差特別大。這就說明這些石洞還有石棺，它們和這些文字是來自兩個不同的時期。所以從以上的證據，我們就可以確定，萨拉皮翁石殿裡面的這些石棺，它們很可能是來自於史前1萬年以前，而這些石棺裡可能是存放着史前某種身高大約在3米左右的巨人。而且這些巨人的長相可能不是人類的樣子，非常可怕的。所以古埃及人第一次打開石棺的之後全部都震驚了。他們認為他們找到了魔鬼的坟墓，他們怕這些魔鬼再次醒來，於是就把他們的屍體全部都打碎燒毀，然後把剩下的骨頭渣都放到了一個小石棺裡，用沥青給它封起來。那問題來了，這些3米的巨人到底是誰？他們是不是傳說中的堕落天使，以諾書中記載的守望者，或者是什麼外星人？我們也可以腦洞大開一下這些石棺裡可能真的放的不是這些東西的屍體，而是一種真正處於休眠假死狀態的外星人。他們等待自己的族人等他們重新甦醒之後再從外星把他們接回去。但是這些古埃及人見到他們以後呢，非常害怕，就把他们给他敲碎了，打碎了。奧古斯特在他的書中還記錄一個非常離奇的事情，就是他們進入神廟的時候帶出了各種各樣的神像，其中有個神像他說是非常的怪誕。這個神像是站立的他的手非常粗，放在臀部上，然後他還有彎曲的鬍鬚，而且嘴巴特別大，他的腰上有一個蛇做的腰帶。他們把這個神像帶到地面上之後，正好是午飯的時間，因為奧古斯特雇了很多當地的工人嘛，所以呢，周圍的婦女就給這些丈夫去送餐。這個時候，婦女一下看到了這些雕像之後，就像發瘋了一樣，全部衝上去對這個雕像進行侮辱和咒罵。然後男人們就對這個雕像吐口水非常恨這個雕像。奧古斯特在書中記載，這個雕像的名字叫做 Bes。然後我搜索了一下這個 Bes 的雕像，結果就震驚了這個雕像非常裸露，我只能給他穿上個內褲。他的身上有2對翅膀，頭上左右2邊還有很多其他形象的頭，全身上下都長着眼睛，或者是一種鳞片的感觉。他的頭頂還有2個角，關鍵是他有4隻手，再加上翅膀就是6隻或者是8隻。從這個數字來看，他可能是傳說中的6翼大天使撒旦。和這種形象相似的神像，我們在全世界中可以找到2個，一個就是基督教的撒旦樣子，撒旦就是堕落天使。現代撒旦的形象來自於古希臘的潘神，而潘神就是這種大鬍子，下半身還是羊腿的這種感覺。而另外一個形象就是佛經中記載的阿修羅，這是日本奈良興福寺的阿修羅雕像，大家看一下和 Bes 神有多像。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故事線，也是非常的巧合。在以諾書中記載，堕落天使守望者撒旦、阿修羅，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是和天神之族發生了一場史詩級大戰，之後他們就兵敗，被天堂驅逐。在佛經《阿含經》《啟示經》中的記載，阿修羅一族和天人一開始都住在忉利天，結果阿修羅因為醉酒和放肆，被天人的首領帝釋天驅逐出天界。在古印度毗濕奴往事書中記載，阿修羅和眾神為了爭奪可以永生的甘露而發動了長達幾百萬年的天界戰鬥。
之後呢，毗湿奴參加了戰鬥，和眾神一起抵抗阿修羅的進攻。阿修羅被火焰逼退，墜入大海之下。這個大海之下可能是指的銀河系的地球啊，也就是佛教的下層世界，南瞻部洲。撒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啊，他們也是在天上打架，和米迦爾帶領的天使軍队進行戰鬥。路加福音裡面也就寫了，耶穌對他們說：“我看見撒旦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墜落到哪裡了啊？肯定就是地球了。所以啊，我們從這裡的所有的線索總結來看，很可能這些石棺裡面就是放的以諾之書記載的墮落天使種族，或者是他們的後代，或者和他們的基因有相似的某種混血的生物，長相肯定是非常可怕。我在以前的会员節目也多次提到過，在摩诃婆罗多、羅摩衍那中都記載，那些會建造巨大宮殿、會駕駛維那馬在天空中戰鬥的，他們都是阿修羅一族，也叫做夜叉或者羅剎。阿修羅一族的這些技術水平還有工藝非常高，但是他們的长相就是张牙舞爪的。在印度尼西亞以前有很多罗剎雕像，他們的身上也是和拜死神一樣，肚子大大的，也有一個像蛇一樣的腰帶。這些堕落天使阿修羅一族啊，他們有沒有後代？他們和人類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我研究了一下啊，聖經裡面都記載了，發現了很多隱喻。他們這些人的後代很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迦南人。迦南人他們就不是人類。在聖經中記載，以色列在神的指引下給了他們毀滅性的打擊，男女老少一個不留，把他們的城市燒完之後，還要在地上撒滿鹽，讓當地寸草不生。意思就是要把他們在歷史上完全抹去。伊本白图泰和馬可波羅这两个偉大的旅行家啊，大家可能都聽說過。在他們的記載中，對於這些種族也有詳細的記載，而且就說過他們長相不像人類。在塞拉皮翁神殿旁邊的金字塔下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地道啊，非常大的地下宮殿。在這裡面，考古學家現在已經進去發掘了。他們發現了這裡面非常混亂的散放着800萬具屍骨，而且這些屍骨他們不是人類。接下來的故事就非常的秘密，我只能在下一期的會員節目裡給大家繼續講解。可以跟大家這麼說啊，佛經跟聖經裡面我發現這些神話故事這些種族天龍八部的和外星人一樣的這些種族他們可能真的是都存在的非常詭異的，有很多事情，很多的這些資料我都會給大家慢慢講。如果大家喜歡尼可拉斯楊的原創，就可以去會員區衝一下太陽系護法集，每一周都會有會員影片還有會員直播，也就是一杯咖啡的價格，就可以讓團長慢慢的給你傾訴這些遠古神秘的故事。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了，別忘點讚轉發留言，下一期的節目更加精彩。